岳华君，高秉烛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加入了联防。那盏莲花灯为何没有点亮？莲花灯只有寒之时可碰，如今人走，灯灭。少盏灯，这屋里是少些光。想好了，和联防合作。这些年，你一心在复仇，却从不与人为伍，因为你信不过任何人。你阿娘惨遭意外，你方向通，想对付春风道，绝非一己之力。你想联手，我没意见。不只是联手，我可以加入联防。柳湘、宋梁、春秋道合谋祸乱神都，你们联防却浑然不知。你们招人过于死板，不能潜入淤泥之地，不能听见虫鸣鸟叫。但是我很了解这些人，杀死韩冬青的人，我可以帮你找出来。加入联防需尽忠职守，以国事为己任。可以。加入联防之日，永无退出之时，至死方休。好。加入联防，你需断七情，绝六欲，不得婚配生子，从此无牵无挂，一心为公。我孑然一身，了无牵挂。你考虑考虑。王登城在大理寺大牢，我想追查宋梁党羽。王登城多少知道些内情，联防不便向大理寺要人，把王登城带回来吧。归西丹，连山堂的一种丹药。连山堂雨水一脉要潜水河道进行勘察，有时会被河里的水草缠住，命丧水下。后来有人研制出了归西丹，可以让人在2个时辰内没有呼吸，形同死人。若是在水下遇险，便可服下这种丹药等待救援。就是此药，咱们户籍库可还有留存。归西丹的方子失传了，但也许还有1、2个。你的事我不问，但我就唠叨一句：行事啊，量力而为，少给自己惹麻烦。你阿娘的事儿，过去就过去了。谢了，程叔。王登城死了？是，方才一组查访，发现人已经倒在地上，一动也不动，一看就是死了。怎么回事？高公，人犯只因用了刑，伤势过重，加之心神忧惧，所以未能救过来。
尸体送入殓尸房，赶紧处理。对外就说人犯心急发作病死了。圣人不惜用刑，所有知情者都给我闭上嘴。是。一切顺利，1个时辰后你去大理寺殓尸房即可。高秉忠，你为什么不杀我？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救我出来？我都害得你这么惨，你还不杀我？舍不得我啊？拿我当兄弟？我告诉你，我就是个畜生。可是你高秉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阿娘被你害的装疯卖傻，不良你7个兄弟被你害的家破人亡。你就算杀100个王德成，也换不回来他们的命了。要不然这样，你杀了我，你杀了我，我就是第8个。高秉忠，你杀了我吧，啊，杀了我吧。你到底在干什么？问你也不说，阿娘就不要了。有什么能帮上忙的，你告诉我呀。老娘怎么样？啊，好的呢。每天都是我亲自给老娘熬药，放心。粥都热了好几遍了，不给你热了啊，再不喝。哎，高氏，
当年你带兄弟们保护神都，出生入死，现在落到什么地步？神都到处都是你的通缉令，至于我王等者，在乎你的死活。我拿你当兄弟，我会害你吗？高师，有的时候我真觉得你这样活着太累了。柳湘和宋良皆因你而败，他们背后的春秋刀不会容你加入联防的。藏在联防的内奸，忍不住出手了。其实不光内奸要杀你，这些年联防树敌无数，你加入联防便再无宁日，永远要提防不知来自何处的刀剑。王登城是个考验。是。你信不过我，我该信你吗？王登城因我而死，他是害死你阿娘的仇人。我的仇人与你何干？你心中恨意太深，为了复仇，你可以随时不顾联防的利益，对吗？也不只是考验。你想引出内奸，韩之是遇害以后，联防的内奸就蛰伏起来了。若想清理门户，就得让他们有行动。所以你利用我，以我为饵。我知道你生气，你愤怒不是因为我在考验你，也不是因为王登城之死，你心中真正在意的是在整个过程中你的无能为力。你觉得你被操控着，不是吗？确实，你的愤怒无可指摘，可以肆意发泄。拆了这家碧螺寺，我也不介意的。这碧螺寺不干净。联防在碧螺寺安插了7人。知道你行踪的有4个，内奸的眼线就在其中，还有今日的4个抓到1个活口，去查查吧。你的做法没错，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了。高秉烛，自今日起，你加入联防，接替韩执事之位，世间便再无不良使高秉烛，也没有通缉犯高秉烛。高师，你看那是什么？好大呀！那个叫骆驼，没见过吧？这神都可真繁华呀！阿娘一直没有父，娘是壮妇，那样你才能安心的去报仇。我没有错，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不良奖。丞相，谁在？河南府大理寺府内卫，不就是想争功？谁在？神都万塔不见浮屠塔，联防星罗南巡12日，加入联防便无可寻踪，无有无无。身高61寸，肩宽1尺6寸，右臂24寸，左臂24寸，右腿32寸，左腿32寸。
终能解脱。岁月折杀了刀刃，不留分寸。加入联防，你需断七情，绝六欲，不得婚配生子，从此无牵无挂，一心为公。翻越郊野中，身影绚烈且朦胧。若论是非功过，交由何人解脱？浮屠他如昨相貌斑驳，且是了联防是你唯一的家宅、庭院、归宿。从今往后，你的身份便只是联防执戟郎高秉烛。岳华君要想查什么消息，请随我去安都库即可。我知道你心中郁结，我可以理解。若你有什么想查的，我可以帮你，也可以找公子处帮忙。你大可不必加入联防。加入联防是我自愿的。我一介贱民，背靠着联防这座大山，有人遮风挡雨，凡事都容易些。你可知道加入联防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断七情，绝六欲。高秉烛，你知道，你明知道，你还要加入联防，你……岳华君，我已是联防的执戟郎，还请岳华君称呼我为官职。高秉烛，岳华君身为神都守护者，自有神都的子民需要守护。我的事就不劳岳华君费心了。高秉烛见到吴思月了。是。高秉烛怎可能死心塌地为联防效力？那这个人，你怎么看？哼，奸童诡狱，形若狐鼠。郎君是故意让他去见武思月的。我跟他说过，想要加入联防，必须无牵无挂，一心为公。这一点，他应该可以做到。他心里有牵挂。艾瑟，哎呀，脚崴了！哎呀，脚疼！啊，好疼啊，脚好疼啊！哎呀，
上车吧。小儿不疼。不知月华君要查什么人？我要查的是春秋道里一个善用手戟的杀手，他叫16夜。你怎么知道他叫16夜？还有什么线索？知道逍遥子吗5年前春秋道的头目，我曾经也打探过他，但是没有任何线索。他还活着，不过已经疯了。我见他的时候，他只说了一句话：归藏复出，天下清。石继郎，没有查到16夜和归藏峰的任何记载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看来联访春秋道的内奸已经把这些消息给销毁了。5年前太子遇袭，是宋良带兵救了他。知继郎不妨查一下，宋良从5年前开始频繁接触的人，还有他经常去的地方。我也在想，16夜为什么会出现在驻兵房？看来宋良与春秋道的合作，或许从5年前就开始了。宋良是靠剿灭春秋道立了军功，看来这次驻兵造反，并不是他与春秋道的第一次合作。 5年前，剿灭春秋道、俘获逍遥子那次才是，而且当年春秋道根本就没被剿灭，被铲除的都是逍遥子的嫡系。一定是春秋道有人和宋良串通，一起出卖了逍遥子。那么这次与宋良密谋驻兵造反的，也应该是此人。看来宋良和这个人从5年前就开始接触了，直到现在。 无心。宋良基本上深居简出，接触的人也都是公务上的朋友，基本上看不出。白马寺。宋良长期驻扎在京畿营，怎么会经常去白马寺呢？柳湘也经常会去白马寺施粥。 到了连山之后，不许擅自行动。我都听二郎的。不叩面。认识二郎这么久，二郎第一次 如此照顾我，一个是男儿也，不必在意。我听说连山凶险，但只要有二郎在，我便什么都不怕了。二郎，你想找同料的相关线索，我可以全力帮你去找。二郎，天色不早了，夜里行车不安全，不如在前方找个客栈，我们先休息吧。好。 那边找一家干净点的吧。是。驾。此番请大师前来，有要事相询，是礼之处，还请大师见谅。月华君不必多礼，
但凡老衲所知，必无不达。巽山公柳香每逢15都会去白马寺摄舟，此事是否属实？柳施主虽贵为国公，但心存善念，常常在本寺接济贫苦，此事属实。那兵部尚书宋良常年驻兵在外，只要回到神都，都会去白马寺焚香祷祝，是否属实？宋施主久经沙场，杀伐慎重，每次到本寺都请人替他诵念佛经，以消弭他心中的杀孽，此事也属实。那此二人可曾私下见过面？这倒不会，二人不是同时而来，没有机会碰面。那大师，既然他们二人在此从未见过面，那有没有什么人是他们都接触过？刀郎，这里是内卫府，该由我问话吧？哦，对了，他们每次来接待二人的是同一个人。谁？一名叫若安的知客僧。若安本是在长安慈恩寺修行的沙弥，为了精修佛法，特来本寺挂单。老衲见他性情和善，便命他做了山门前的知客僧。那柳施主和宋施主正是在寺中与他结识。二郎，七娘，店家说今日来访商客众多，这房间，客房只剩下一间了。那既如此，让二郎住好了，我去住别处。别处也都是通铺吧？七娘与我同住一间吧，无妨。不可。我都听二郎的，二郎想怎样就怎样。应该就是这儿了，跟着我。小心。人已经走了。这是联访特制的清汤纸。这若安与联访的内奸有联系。过来看。这个若安驯养了这么多只信鸽，肯定是用来传递消息用。他一定是联访内奸与春秋道之间的联络人。他一直留在这儿，是为了与内奸通信，然后把消息传递给春秋道。怪不得藏身于闹市之中，这里的通信最是便利。每只青鸽都有自己的固定飞行路线，我们找到这里，就等于找到了他们之间的联络点。
他刚走不久，应该还没有出城。只要抓住这个若安，那间就变成断了线的纸面，消息就传不回春秋岛。你先回联访吧，这里我会找人彻查。刘华军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联访只有监察职责，并无执法职能。你不会忘了自己的身份吧？高秉烛。二郎看书饿了吧？吃点东西吧。喝茶吗？秦阳。哦。二郎。烫。哦。不烫。不烫。不早了，早点休息吧。我帮你更衣吧。不用了，平日都是申飞帮我的，不必劳烦新娘了。你想怎么睡？我的意思是，你想睡里面还是外面？哦，我都好。你压到被子了。哦。新娘，二郎，你我没被子了。哦，给。睡觉。睡觉。那睡觉吧。
渐黄了眼，彷徨着。